怎么样，司令？事情办妥了？廖先生跟几家外国的报社关系还不错，他答应帮我们刊登旧案重审的消息。所以在这压力之下，他不可能一拖再拖。但是穆小姐不是已经去找裴勋谈条件了吗？咱们还用逼他就范？像这样的老狐狸，我们必须软硬兼施，双管齐下。 回来了，来坐。怎么样？他没有为难你吧？累死我了。哎，躺。谈妥了吗？嗯，谈妥了。那谈妥了，怎么一脸不高兴啊？见过贪的，也没见过裴勋这么贪的，1分钱不出，活全我干，给他80%还嫌少。 果然最狠的还是这些拿枪杆子的，这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啊！夫人呢？那你说的这些拿枪杆子的，包不包括我呀？你呀，你不仅让我赚不到钱，还让我倒贴钱。哎呀，夫人辛苦了啊！谁让我说了我要养你一辈子呢？话都说出口了。 也只能认栽啦。真好。二哥，原来你一直靠嫂子养啊！坐过去。那你不是成吃软饭呢？贾斯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啊！哦。 你的公公真的够贪的，你的裴公子呢？哦，对了，那个裴勋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没说，他只说一定会给我们穆家一个公道。公道，半真半假吧，但是商号分红可是源源不断的好处。我估计裴勋不会再与徐伯钧勾结，胜算会在我们这边。 胜算是有，就是太贵。嫂子，你别嫌贵。你想啊，这我要是跟裴公子在一起了，那咱们都是自己人。俗话说得好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死丫头，胳膊肘往外拐，你还真把裴家当婆家了？二哥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我不过是帮裴家多说2句话，你就说我胳膊肘往外拐。可是嫂子还没跟你成亲呢，就给你花这么多钱。 那你的意思是，嫂子也胳膊肘往外拐了？皮痒了是吧？啊，是不是皮痒了？啊！走了，拜拜。你别走，别走！臭丫头！你说谁胳膊肘往外拐？谁呀？ 夫人，来，消消气儿啊，消消气儿。夫人最辛苦了啊，深明大义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了。来，夫人喝茶。汤。好嘞。谢谢。裴勋这个老东西。 他是要彻底跟我翻脸呐！拿洋人的报纸恶心我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跟谭玄林站在一起。就算他跟谭玄林站在一起，我们也不用担心。在开庭之前，我有把握干掉米大成。传令下去，让长江以北的军队往函谷关集结，并责令光耀马上押运军需辎重前往支援。督军。 可是这革命军现在正在长江南岸跟我们对峙。哎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如果裴勋这个老东西敢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定我的罪，那势必要置我徐家于死地。
我徐伯钧可不会坐以待毙，想要取我的命，看看你有没有那本事。你怎么回事？徐副官说了，报纸不要拿到少帅这里。快拿走啊！报告少帅，督军电报。什么事？督军让你押送辎重去函谷关。可是我们的军队在长江边跟革命军对峙，这个时候去函谷关干嘛？督军电报上没有明说，但他要你5日内抵达，否则军法论处。你最近来找我的次数也太勤了吧？是不是因为徐少帅、裴少帅都不在，实在闲得慌？你要是愿意陪我吃饭呀，我倒是宁愿他们都不在。我看是他俩都办正事去了，没空带你玩吧？我的正事儿就是陪你。来，过来。我要2份。好，给您。谢谢。谢谢。号外！穆家旧案重审！外报耶！原来小叔叔打的是这个主意。这个谭玄龄就是个小人，亏得光耀抓了他那么多把柄都放过了他，他竟然这样恩将仇报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没看报纸上写着找到了新的人证物证，当然要重新审讯啊。小叔叔帮穆家讨回公道，这有什么错？那你怎么知道这些人证物证不是伪造的？我小叔叔不是这样的人。哼，你帮他辩护的倒是起劲儿。他去北京带你了吗？还不是和穆婉清打得火热？那你替徐光耀不平，你自己不还是被蒙在鼓里？他俩不是你的好兄弟吗？出了那么大的事，他们通知过你吗？不吃了，我要回家。哎，位置都定好了。气饱了。我错了，行不行？你，哎，督军，谭司令，请。裴督军，这么晚了找我，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谭司令，这事儿是你干的吧？督军说笑了，这明明是徐伯钧啊，怎么能是我干的呢？我还不知道这是徐伯钧吗？啊，你小子别在我面前装傻充愣了。这个案子我很早以前就跟审判厅长打过招呼，一致口径，暂时不对外公布。可是为什么突然洋人的报纸上出现了消息？谭玄龄，你跟使馆的关系很熟，这事儿不是你干的，还能是谁干的？督军，那我就不瞒您了。这消息啊，确实是我放出去的。我是怕您错过了开庭的最佳时机，所以我才斗胆帮您下决断。谭玄龄，你不要以为用了你老婆的几箱银子，你就可以在老子面前自作主张。晚辈不敢。你不敢？事情你都做了，你还想在老子面前演戏是不是？晚辈说过了，我真的是怕您错过了开庭的最佳时机，我是为您着想啊。狗屁！你知不知道，徐伯钧驻扎在长江边上的几支部队已经开拔北上了，老子真跟徐伯钧打了起来。别说商号的那点银子，就连整个穆家填进来都填不饱。你小子口口声声的说为老子着想，你当老子是3岁的小孩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就在老子的地盘上，不光是你，还有你的老婆、妹妹，3条小命全攥在老子的手里。
你胆敢再给我玩花招，小心我让你们全都有来无回。督军，我当然相信督军的能力，一定会让我们有来无回的。我斗胆问你一句，您想不想让徐伯钧也有来无回啊？怎么讲？徐伯钧已经在北京了，就住在悦城会馆。他现在人在北京，千真万确。他派副官与您虚与委蛇，自己却在背后暗中筹谋。督军，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只要开庭，定徐伯钧有罪，立马就能把他抓进监狱。到时候，是病死狱中，还是畏罪自杀，不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吗？但是，再拖下去，等徐伯钧离开北京，全身而退，就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明日开庭，连夜通知。可见裴勋这个老东西是临时起意。是啊，高等审判庭连夜通知我们的，说明天上午10点开庭。督军，我们要不要早做打算？裴勋既然把消息都登报了，开庭是迟早的事，没必要这么匆忙。兴许是想打我们个措手不及。哼哼。闵大成那边都安排好了吗？督军放心，明天就是他的死期。确认，人在车上。卖花嘞，卖花，来看看吧。你先让他看出来啊！怎么开车的？哎，撞了就跑了！哎，撞了就跑了啊！今天北京最高审判厅在这里公开审理原告穆婉清诉被告徐伯钧民国5年穆远航遇害一案，鄙人担任主审法官，现在宣布开庭。首先由书记官宣读法庭纪律。根据中华民国约法，为维护法庭秩序，请所有到庭人员遵守以下法律。当年的尸检结果说我兄长的死亡时间是在下午1点钟。